What's up, everybody？ 我是我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上次我们去乐维开箱之后，有提到勋哥非常喜欢 Miura 的铁杆，厂商看到之后推荐我们一个听说很厉害的品牌 Takumi。相信之前如果有看过我们影片《谁来踢馆》，小派他也是使用 Takumi 的铁杆，甚至听说他现在还换整组，连切杆都是了。这样赶快必须要把它抓来摘一下。好，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就是 Takumi 这个牌子。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锻造厂，共荣这个牌子它旗下的唯一品牌。所以呢，共荣它其实有代工很多各式各样的铁杆，那种杆头很多是它代工，但它自己做的就只有 Takumi 这一个。那其实 Takumi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为什么会说跟勋哥有关联性？其实跟勋哥没有任何关联，他只是喜欢 Miura， 但是呢 Miura 就跟他有关联了，因为 Miura 的三浦先生呢，他其实最一开始就是在共荣这边有偷学个2招之后，再出去创办了自己的这个牌子 Miura， 所以呢，共荣的铁杆技术，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玩杆子的球友，应该都多少是知道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牌子了。大概有好几十年的历史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出的这个铁杆也是不能小看它的。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它的3款，我们抽了3款出来，分别是这种易打款，它的7号铁杆是28.5度，然后呢，整颗软铁下去锻造而成。一般你要在这种易打型的杆子上面看到软铁锻造，其实是相当困难的。比如说他牌的那种易打型杆子，其实通常都是复合式材质，然后呢或者中空这类型下去做的，甚至有一些是什么其他的方式做成的，太多种了，大家知道的都知道。你一般是找不到在易打型杆上面有这种软铁锻造的，打起来手感完全不一样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这个中低差点球我可以用到的，它就是属于半刀背类型的，那相对它的7号铁杆就到32度，其实以现在来讲，32度已经算是一个蛮正常的7号铁杆角度。以往大概都在34左右，那现在基本上7号就是32，算蛮常见的。可是呢，因为毕竟我们刚刚提到嘛，它是中低差点球使用，所以你大概至少要到85杆以内，我觉得会是比较适合的。那再来就是这个要你命3000。这个刀背真的不是给人打的。刚刚有先稍微了解它一下了，它35度，然后连我本身打，我刚刚有试打个几颗，顶多170几嘛。我自己平常打7号大概可以打到190，但是现在就是大概剩下170几，很痛苦，真的很痛苦。这个我建议even par的球友再来考虑，或是你喜欢刀背的球友也可以买回去折磨一下自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会请3位选手来帮我们试打一下这3支杆子，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后面嘛，我们设了一个168码的果令，相当的准确，因为这种杆子就是要讲求，就是要好打又准确。那168码，我们就分别各打5颗，然后呢，让选手给我们有一些回馈，以及看一下他打的数据究竟效果如何。赶快来看神奇的 Takumi。首先，我先来试打这个 Takumi 的 Type N， 7铁角度32度。刚刚 Kevin 说适合85杆以下的球友，我只有打过1次85杆以下，这样算吗？对，就是嘛。通常都是这样算的啊。哦，你是哦。你看见到？哎呦！我是85杆以下的球友。是哎，打5颗，看打你第5颗2场会打几杆？前9后9不同人，通常是这样。近呢，打感怎么样？不一样。
因为我自己的 TaylorMade 770它是中空有灌胶的，这个打下去感觉球有这陷下去，吸进去的感觉，吸一点点进去，然后才出去。哦，真的不一样。因为打到的声音很好听哎，对，打到那个声音真的不太一样，跟你那个中空的打到声音其实不太一样。哦，你那个会有一点脆脆的那种声音，啪的声音。对，哦，你的会有，就是现在这支软铁锻造打起来就不太一样。嗯，还有2颗。这个有点打在内侧的感觉，但我觉得容错还是够的，就是没有很扎实，但还是对，就是距离吃掉一点点，但是方向不会太糟。对，没有差到太多。对，差太多的话就下水了。嗯，最后一个，挑这洞不好打。你挑的。打不错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杆子，还不错。需要看一下你的数据还是什么的吗？嗯，我们等一下三支都打完再来看嘛。好，好，好了，轮到我来接受这个 K Square 的虐待，35度的7号铁杆头，全刀背。哦，感觉会非常不够。会吗？哎，还好哎。我这颗觉得没什么重哎。没什么重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没有吃的很扎实，结果效果没有。因为它的效率没那么高。对我这颗自己觉得我吃的没有很扎实，结果就是因为以刀背来讲，你只要失误的话，其实那个落差会很大。但是刚我觉得没中就好，我刚刚没中，我是以为会下水的那种，结果还是距离还是够。哎，你打这支杆子打得出小咖。当然，这种刀背类型的杆，就是要拿来做球用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它这个底部研磨的这么薄，你看这样薄薄的，就像一根奶油刀这样，它可以比较容易滑过去，阻力不会那么大。而且像我又是属于比较向下击球的人，所以你看我那击球角度其实都很低，就是往下击的很多。那其实相对就蛮适合这种底部比较薄的杆子，它就比较不会卡住。但是如果是拿不打的时候，它就插很深了。这个就拿不打了，哎，但真的没有差太多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颗拿不打就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这种杆真的是给那种非常进阶，可能像选手那种在用，你要有非常稳定的这种击球稳定性，然后可以让它尽量一直打到杆面正中间。你可以看到我其实都一直打到旁边，没有很稳定的打在正中间。还有一点点小偏差，来个完美小 cut， 一杆进洞。它杆面比较小，是因为会用那支杆子的选手用不到那么多杆面吗？对，所以他想说降低成本，然后呢把杆头做小一点。反正只会用到中间而已。对，他又不会打偏，他就不需要像那个另外那一款最易打新的做那么大颗，他这样。价钱的部分我是不确定啊，但如果他们是一样价钱的话，那他做这样比较划算。你不要得罪那个老板吗？这就是刀背的由来。
错，还不错。哎，我也打5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5颗。可以，这打感很好，因为我最近也是换 TaylorMade 的那个 P7MB， 就刚好它也是刀背类型，但其实我是觉得我的那个再更难打一点，头我觉得比这个还要再更小一点点。这个其实还算比它大一点，可是角度上面的话，我的那个还比较小一度，所以打起来的距离还不会这么吃力。因为以35度的话，一般球友要打，其实我觉得算是偏难。你真的是需要到一个至少单插点，然后你可以轰得出蛮远的距离。那你去换成这个35度的7号贴，其实打起来，你上果里耐杆就会相对的可以稳定很多。你的速度大概是一般球友8贴，对，你的后旋才会出得来。然后你看，像连我在打，我是很低后旋的人，打出来都可以到5000多块、6000的后旋。那这样子在上果里耐杆，它就可以更挺球了。再来，我们最后一颗杆头 Type B， 这个呢，它是适合女性球友。它那个涂漆是它本身就是这个漆，还是我也不知道，我拿来是老板特意为了女性，然后这样涂粉红色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我拿到的时候它就是长这样子。如果它本身颜色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但我网络上看也有蓝色跟黄色，所以有可能是自己涂的。哦，我不确定。然后，刚刚讲这个它其实是适合女性球友，还有你比较需要距离的球友。7铁28.5度，它涵盖的范围其实非常广，就是对啊，或者是你刚开始学，然后你想要有软铁锻造的手感，就可以选择这个。会想到这边去吗？啊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东西吗？那时候只知道初学杆。但这是真的打下去。刚刚我打手感真的很不一样。但对装备讲究的一些球友，他可能就是刚入门就想用好的东西。哦，他什么都想试试看。就没有，就他可能刚入门，他就直接想买好的杆，他不要在那边一开始买那种便宜的初学杆的话，那他就可以直接考虑这种杆子。对，这个也会很适合。但是我是不建议，因为他一次就直接到太顶了，他这样后面没得玩。没得玩吗？就是你一次就直接买到法拉利，那你后面只剩其他。他球技要去提升，然后就可以打到像刚刚那个 K Square 啊。对，他就只是这种方式玩的。嗯。他这样去买那种一般复合的，他就会觉得打杆没那么好。对，他这个杆面后移比较多 ，offset 做比较大。对，因为他为了让比较就是易打型啊。而且它感觉可以帮助一点点 slice， 因为它的杆面它是有一点这样。对，因为毕竟易打型的杆，它就是会给出街的球友用比较多。出街上面其实 slice 是很常发生的。好，我来试试。你觉得跟你刚那只半刀的打起来，有什么太大差异吗？手感上，因为通常你比较易打型的杆，其实跟半刀的打起来就，其实是会有差的。我觉得我刚刚这一颗没有打到太甜，但是打起来的手感也蛮好的。当然，我刚刚打那一支就是那一球没有打甜，他马上会跟我讲，你这颗球没打好。啊，对，这个容错会再高一些。对，我觉得我没有打到很中间，可能它一样都就是整个软铁下去断掉，所以其实手感都一样很好，就对了。对，效果很好。哦，我是说刚刚没打甜的效果也很好。我觉得等下我也可以打看，因为我想知道它刀背跟就是易打宽会不会手感其实是一样的。哦。稍微打深了。哦，还在，没下水。但它那个杆面，我刚刚说的那个，它会有点这样关起来，那个我就有点不太习惯。对比较进阶的人来说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没有后移这么多，然后杆面也不是这么关的那种。就我在设定的时候，感觉我要把它拿开的。球就会比较容易带有点弱。对啊，因为杆身我们3支都是用一样的杆身下去。对。
距离远很多这一定远很多的、大概远了10码有。是应该有个对10几码10几码这样。哦，10码左右。还有几颗？1、2、3、4，最后一颗。最后一颗了吗？最后一颗。那个擀面我真的不喜欢。可以这么诚实的吗？可以，因为你会喜欢它的那个刚那一款。10几了。刚刚那个是 Type N。哦 ，Type N， 差点以为是 Type C。怎样？这个跟上一个 Type N 比起来，我喜欢刚刚那个摆下去的感觉。Type N 吗 ？Type N。我也觉得，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已经打一段时间的人来讲，不会太习惯再看回去初学感的感觉，就是会觉得头很大，然后 offset 很多。但是它就是很适合那种，就是你想要打远，然后呢，可能刚开始打，或者你是女性球友，这些人就很适合使用这种杆子。对，它可以帮助你比较挤压吗？而且我觉得，其实没有帮助你比较挤压，因为它的杆头大，所以它其实你挤压的太多，容易打深，它过不去的。哦，它其实是会比较滑过去的感觉。哦，你要滑过去再。要滑过去的感觉比较滑的。你太向下的时候，就是刚刚提到你杆头太厚的情况，它会被绊住。哦，对，它没有办法。就是这边的时候会有一个阻力在那里。对，因为你想嘛，你下面底部越大，它阻力就越大啊。那你是像刀背它为什么好做球？因为它薄嘛。薄的话，它就可以比较少的阻力，不会被绊住。你下去的时候，它就滑过去了。懂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我试试看。好。这真的很大很厚，甚至我可以看得到它后面这块。对啊，它后面那块超大，觉得跟杆头整个是放大2倍，而且 offset 真的很多，但是就是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，感觉像在打小鸡腿。吼！你打很适合我一直误会自己的差点不行，就打太远。打太远不好吗？打太远不好啊。怎么说？你位举衔接不起来啊。我的位举可以是46度、50度。不会只有40、42。对啊，所以我的位举会是46、50这样子。而且打这个就不用4号铁，这5号铁应该就打很远了。你看我刚刚7号就207了 ，carry 就194，稍微克制一下，不能让它打那么远。哇，这就有点勾到。但是打感很好我觉得。打感很好。它的这个触感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触到的感觉就会觉得手感很绵。对啊，其实不输刚刚我打那个。对，其实也不输我刚刚打的那个倒杯，因为一般像如果打那种，可能像 QI10 的那种，它的那种比较厚的那种中空杆，其实打感上它就会有一个我们刚刚提到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会很弹中空的那个感觉就会出来。这个触到真的会感觉球被吸进去。基本上比较难在这种易打杆上感受到这种触感。但相对的，就是因为它 offset 多，所以其实如果我想要打球路的话，相对就比较难了。我刚刚这颗有试着想要做一个 cut 看看，但是打起来就没有办法这么如愿，它应该都会一直带点小drow。所以这个我可能需要感觉，如果我要像刚刚刀背做球做到有 cut 的球路的话，其实我可能要达到 slice 的感觉去了。没错，但是真的很轻松就可以到那距离，几乎没有出力就可以打很远的。放下去就到了。真的很轻松的杆子，我觉得，而且容错很高。因为我刚刚这个其实有点稍微敲到地板，但是因为它够胖，所以它弹上来就打到球。
高容错，而且又可以打很远，试试看。好，真的打很远，可是触感是真的好。这个我觉得女生其实会很喜欢的。哦。这个因为女生其实你一般要找，你说这种就算是攻防杆嘛，那女生要找攻防杆其实一般不好找，很少攻防杆在做女生这方面。你一般看到那种定制的杆，其实都是男生的比较多，女生你基本上是没有选项。你在打，你有觉得他球头比较轻吗？我没有特别感受，你觉得有是不是？还是因为装一样的杆身，但我觉得挥起来感觉不太，感受不太一样吗？感受不太一样。我没有特别感觉到它比较轻呢，还是因为我那个刀背它也很轻，头工剪掉太多，有可能头比较小，所以重量说不定轻。可是七铁其实大概都差不多啦，七铁的杆头，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数据在的。就是你杆子它就是有一个数据，就是公差在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七铁它可能就是大概在270克左右的这个 range。那基本上它就是上下加减嘛。可是因为如果他是想要做给女生打的话，它可能会有轻一点，这样子它配起来的整体的 swing weight 才有办法降下来。不然如果它是一样用男生的这个重量去做的话，其实女生挥起来会是相对吃力的。而且我们刚刚其实有给一位女性球友试打过，她打起来她觉得比她的铁杆还要远。对，赞誉有加。因为她本身是使用红马的，那也是因为红马女生杆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多数人都会使用，蛮多女生都会喜欢用，它颜色很多种那种，很花俏这样子，粉红色啊、白色啊这种就是女生喜欢的颜色，然后外形好看。但是呢，刚刚她打了这个之后，她其实是觉得，这个打感其实蛮特殊的，因为软铁锻造其实一般在女生的杆子里面也是找不到的，对，所以其实真的蛮不错。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究竟怎么样。好，那刚刚测试完之后呢，其实真的是大家要懂得如何去选杆。我相信这其实是许多就是有观赏我们频道球的应该不会遇到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拍过这系列的影片，那如果你是新进来的球友，其实这时候刚好你也可以学一下。像勋哥他去选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中低差点球友在用的，那一般你也看过他下场大概就是打在100多杆，不是，大概在80-90杆啦。那近期的话，可能前一阵子的影片里面稍微糟一点，不小心差点有点往上跑到100这样子。那他平均现在最近又恢复了，可能大概在80几。90这样子，那像那个 Type N 这一款的杆子呢，中低插电其实就很适合它，因为以它目前近况打起来，效果其实是相当好的。我们以这个168码的果岭下去进攻的话，其实这个可以打出了一个它非常漂亮的数据，一个5000多的后旋，那可以达到170码这个距离，其实是相当漂亮。因为如果他今天选错杆子，选到像我的 K Square。其实打起来就是相对的没有办法做到这种效果，它的后旋量可以增加，然后出球角度可能会变更大，那它可能剩下个160码，所以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事情，所以他选 Type N 其实一个相当正确的选择。那我的部分呢，我会选到 K Square。如果你有看到上一页的话，后旋的部分其实是我自己本身比较希望去提升的，因为之前有那个量身定做的师傅有跟我讲过说，我在打距离其实相当足够，那我需要去进攻果岭，让他去增加一些控球后旋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其实我的后旋量是应该要去提升的，所以我不应该去打那种角度太小的杆子。所以像我自己最近就是也换了一组刀背杆，想说来尝试看看，我如果增加了球杆的角度，是不是打出来的效果更好？那如同刚刚看到，其实打出来后旋可以到6000多，这个其实是我以往没办法办到的事情，因为我之前在打大概都在4000多、5000出头的后旋，那我的球在上果岭的时候滚动其实是会有点太多的情况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的选择就是 K Square 这种真的是大概even par 球有使用的杆子。那这个第2页就显示出来为什么我适合用那个 K Square
勋哥适合用 Type N。你看，光是我们的动作上面的问题啦，就是勋哥的是黄色嘛，我的是红色，所以挥起来呢，勋哥的路径啊、杆面啊和他的中球点其实都相对的还没有到一个单插点的水准啊，还没到。他目前就是还有一点偏离，所以像他选 Type N 这种杆子，就可以让他的那个容错稍微增加一些，不至于会说稍微一点 miss， 然后那个球差的太多。所以如果你要选到像 Case Gray 这种很进阶的刀背杆球，基本上就是要像这样红线有没有？红线很正的打到中间，你才可以选到 Case Gray。要不然就是你觉得刀背帅的也可以选择，因为我是觉得刀背这个东西真的是一辈子一定要买个1、2组来玩玩看，不合再卖掉这样子。好，那其实多数球我们刚刚另外那个 Type B 我们就没有拿出来看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单纯想要测那个适合自己的杆子，因为我们平常也不是去打 Type B 这种杆的人，所以我们就不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对比，然后或者看它的数据。那大家也有看到，刚刚其实前面在打 Type B 在打，真的距离就是很远，然后容错很高，然后 offset 很多，所以其实这整个方面，你只要是一个，我觉得至少你90杆以上的球友，其实基本上都可以选择到 Type B 这种杆子。我觉得蛮多球友他一定对距离是有很大的困扰，我相信这一块一定是很多人的困扰，因为包含我自己以前也是，我以前在打距离也没有很远，这个故事已经讲很多次了。我以前在打距离真的是也没有很远，那其实距离远了之后，我觉得在场上其实是轻松很多的，尤其你一般球友打白 T， 你的开球距离不够，然后打个230、240，那你在下一个接杆的时候，你如果又选择到这种角度比较大的杆子，然后易打性又不高，这样子对于你的下一杆其实是相当辛苦的。人家的7号贴，他拿 Type B 28.5度打到170，那你的7号贴可能只能打到我们不要说小，你可能变成要拿到5号贴甚至6号贴这种杆子，才有办法打到他7号的距离。这虽然在现在人家都讲投角度，但是有什么关系？我打完80几杆很爽啊，对吧？我如果偷角度，但我可以打好，那个没有犯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在你这个阶段，就是陪伴着你100杆左右的时候，它可以陪伴着你进步到80几杆，80几杆之后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换成 Type N 这个款式啦，对不对？光明正大，就不会偷角度啦。一般人你拿7号铁出来，大家也不会知道那几度。对，但它就是可以帮助到你。你讲到重点，所以有时候你看，其实这个我觉得铁杆这种东西在短洞就是一个很悬的东西了，因为短洞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喊说，姐姐我要几号？因为你在一般4杆洞、5杆洞，大家都是 driver， 没有角度问题。但是你在3杆洞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今天168码，然后呢，我说，基亚我要7号，然后呢，他说，基亚我要9号，整个就不对啦。对。那个7号的要怎么打？他后面3个3杆洞，他都故意讲那个就是那个小2号，故意小2号，就算他不会打出去先说哇没丢啦，这样子对不对？那整个信心真的是不一样，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共荣的 Takumi 系列，其实真的打感非常好。3款打完之后根本没有差在难易度而已，手感一模一样，日本锻造的软铁完全打感一样。那这样子对于不同阶段的球友，其实你就不用考虑到手感的问题了，因为以往我其实遇过蛮多人，他就是对于这种易打杆，他觉得手感不好，所以他就是勉为其难的去选择那个稍微进阶一点的杆子，结果就是相对比较辛苦。可是现在易打杆也没有这个困扰了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打看看。那他目前呢，在台湾有几个试打的地方，可以参考下方，我们这边会放一个连结，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地方找到 Takumi 可以试打。然后呢，喜欢的球友真的不可以错过，因为它跟一般市售杆的感受真的是，哇，我只能说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如果你想要玩杆的球友，真的是可以尝试看看它的
锻造软铁的手感。毕竟共融这个老牌子，有玩杆的人，你出去讲都知道，你把这个拿出去，懂的都懂，不懂的还是不懂。那如果喜欢的球友，记得赶快去以下地方试打看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下期见。